在这期视频的一开始，我先来问各位观众一个问题：你知道楚门是谁吗？在京都的 NPC 对话当中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造梦机，这是 Z-Bug 制造出来的杰作。他在离开亨瑞亚特财团之后，就龟缩到了下城区。女仆不止一次的试图找他出来，都被他机智的躲掉了。他反手还给女仆寄了一封威胁信，在他信中说，如果女仆再对他纠缠，他就要不客气了。和之前我们的猜测一样， Z-Bug 确实是个人才。他除了可以让财团的机器人成为觉醒者，另外他在离开财团后也没有闲着。目前我们可以知道，他一直在做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是继续觉醒机器人的意志，不过这次并不只是觉醒机器人的智慧，而是开始赋予他们性别和性格。这点在莉莉和马库斯这两个机器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。莉莉是被 Z-Bug 强行绑架的安全部机器人，被绑架后，她非但觉醒了智慧，甚至连性别意识都有了。而且这可能并不是第一例，从这方面来说，安全部感觉还挺危险的。第二件事情就是造梦机，体验20分钟相当于4年的时间，500净元就可以让别人打工48个月，这简直比资本家还资本家。造梦机除此之外还提到了一个叫做楚门的男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楚门究竟是谁？在电影《楚门的世界》中，楚门是节目组领养的6个婴儿之一。幸运的是，他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刚好诞生，于是他就成了史上最强真人秀的主角。全世界的观众看着他出生，陪着他学会走路、上学、泡妞。他的生活被24小时不间断直播，他没有任何隐私可言，但他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虚构的世界里。身边所有的一切都是设定好的，朋友、邻居和家人全都是演员。他的每一天都是设计好的剧本，只有他本人是蒙在鼓里的，甚至连他居住的地方也是假的，天空、太阳、天气都是假的。这就是楚门的世界，一场全世界只骗一个人的表演节目。但是就是如此匪夷所思的节目，楚门秀的收益却可以赶上一个小国家的收入。为什么这个节目会如此的火爆？为什么屏幕前的每个人都会看着楚门生活，甚至因为看不到楚门而焦躁不安？这是因为楚门的世界就是我们理想当中想要的生活，没有虚伪，没有谎言，一个逃脱了现代社会条条框框的虚拟世界。没错，楚门的世界就像3次元的虚拟游戏，里面的演员就是我们游戏里接触的 NPC， 他们有着自己的人物设定和行为设定，整个世界都是为了楚门一个人而服务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在幻塔里的这个楚门的做法却截然相反。在电影中，楚门发现了世界的虚假性，他开始努力地逃离虚拟的世界。而令人没想到的是，电视前的观众对此行为也表示了认可。但是幻塔的楚门却是在造梦机的帮助下沉浸于这种虚拟世界，甚至有些无法自拔。10岁的身体缺放着40岁的灵魂，这就是幻塔楚门的现状。这一点，动漫《刀剑神域》里的桐人应该比较有发言权。在爱丽丝事件解决后，桐人和雅斯娜又在地底世界待了200多年。当他们回归现实的时候，两个人都已经是200年的灵魂了。这种存在很可怕，明明生理年龄相同，但阅历和知识却不在同一个维度上。还好他们选择删除了这部分的记忆。限界加速フェーズが始まってからの在幻塔里的楚门却继承了这些记忆。由于对虚拟世界的留恋，最终他选择回到梦境。他认为梦境才是他的现实。不过当他在梦境中去世后，最终还是回到了现实。这不禁让我想起桐人和雅斯娜的对话。他们当时很想留在 SAO 里，但担心外面的身体撑不住。而楚门恰好相反，外面的身体撑得住，虚拟的梦境却没有那么持久。但这也不禁会让大家产生疑问，如果这么小的孩子都有80年的阅历，那么 Z-Bug 这个人又会是怎么样的存在呢？这意味着正常人过去了1天，而他可能已经过去了几千年。不过也可能没有这么夸张，毕竟脑容量不够。了解了幻塔的楚门之后，我们再谈谈 Z-Bug 的造梦机计划。他究竟想要做什么呢？他雇佣有能力的人体验造梦机，实际上却是在帮他完善虚拟世界。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盗梦空间的设定，在盗梦空间里，能创造梦境的人被称为造梦师。Z-Bug 的虚拟世界显然是需要填充很多细节的，为此他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来帮助他。其实这里是有些影射幻塔的社会现状的。目前的幻塔也缺少各种方面的人才，但既然是解读，我们还是以剧情的方向为主。所以当梦境造好之后，他又有什么打算呢？这个问题最具有发言权的有以下2位：宇智波斑和宇智波代士。无限阅读相信很多人都听过，把所有的人都拉进幻术当中，从而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。这个世界里没有战争和痛苦，
只有幸福和美满。这听起来似乎很美好，但虚拟世界终究是假的。不过，我们来看此刻的 Z-Bug， 它很有向这方面发展的潜质。京都的黑暗，大家已经可以在文案里频繁看到了，遍地的牛皮癣广告，昏暗狭窄的街道，夹缝里求生存的店铺，蜂窝式的住房，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们，繁华的东红酒路下是平民的垂死挣扎。多少人因为住不起上城区而被迫生活在下城区？如果能让所有的人都进入梦境世界，这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？下城区滋生的黑暗能量一点也不小，就像英雄联盟的双城之战一样，富人靠科技，穷人靠变异。下城区从来没有放弃过反抗，只是碍于海加德的强大而一直隐忍不发。现在的下城区都有什么实力呢？首先有 Z-Bug 的机器人技术，黑瑞亚特财团的据点已经转移到了下城区，至今已经过去了4年之久，而现在京都还有50%以上的机器人是财团制造的。现在我们也能看到，机器人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觉醒者。现在财团机器人的战斗能力不一定比安全部的差，要是发动叛乱，海加德现在不一定压得住。另外一部分实力是基因变异，芬里尔来自于下城区，而且成名不久。在京都的只言片语当中，我们可以得知，他并不是单纯的人类。芬里尔这个名字意指北欧神话里的巨狼。巧合的是，芬里尔的成名曲叫做 Wolves， 因此可以推测，芬里尔也是来自于下城区的秘密组织。他好不容易逃了出来，就被捡回京都当偶像了。那么袭击芬里尔的人也应该知道是谁了，正是研究基因变异的组织。从女仆的拟态通信得知，芬里尔邀请了女仆当他的保镖，可惜被女仆拒绝了。目前来看， Z-Bug 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大 BOSS。現時刻を持ち、我々葬儀者はその存在を世界に公表する。存分に働け！从剧情看，他有想法，有抱负，人不算太坏，但想法比较激进，甚至还绑架了安全部的机器人。再联系到他寄给女仆的威胁信，可以推测后期他会是个棘手的角色。主角团这边能在智力上和 Z-Bug 拼一下的，就是我们的憨憨王牌机械师西里了。随便在财团搞个电路板，就能造出来玉主波波，跑一趟安全部就能搞一个女装机器人。智力上真的没话说，那智商呢就不一定了。这样打起来，憨憨西里可能才是王牌。单兵实力要看天狼，但是面对人海战术就得看西里的技术了。目前还没露面的角色有2个，一个是安全部的新人爱丽丝，另一个是和不破笑站在一起的红发女子。她究竟会是安全部部长，还是进化她堂主呢？或者2个都是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 In case I don't see ya. Good afternoon, good evening, and good night.